嘿，大家好 ，Justin 教授又来了。今天的题目就是为什么台湾比国外好？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你又要拍台湾的马屁？没有，在台湾很多人说台湾是鬼岛啊，或是国外的月亮比较圆，但是啊，我都不同意。其实只要你有住过在国外够久，你就会开始很想念台湾。那台湾有几个点是我觉得对我们住在台湾特别优势。第一就是治安，治安怎么样？会有一些我的观众可能会讲说台湾的治安不好。All right， 我们来想一下哈，台风、地震，还有的人用很多的误解面对我们，我不讲是谁，太爱绿啊，还是太爱蓝了，导致一些闹。可是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是非常的小 case， 因为如果你想要真的知道治安的问题，你们改天跟我一起回去，你不能跟我回去啊，改天你有机会你去南非，或是你有去美国，你才真的知道治安的问题。我就举个例子，在南非晚上的时候，大致上我们看到太阳开始下去这个就真的好像是那个僵尸片一样，大家就是赶快冲进去他们的家里，把窗户锁起来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我们在那边的墙壁都是会放玻璃在上面，还有的人会用雷射光，为了知道有没有人要穿进去。你觉得我讲的太夸张了？我第一次带我太太回去，我觉得南非很漂亮啊，你不要误解。我带她回去，半夜的时候我们就被吵醒，因为人家在挖那个窗户，是真的想要抢进来。而且我认识太多人的房子有小偷，连我自己的家也有小偷，而且他们什么都会偷。不要想说像在台湾 OK， 我曾经有人来把我的车子偷走在台湾，但是这个真的是少数。你去问你的朋友，有多少个人是他们车子被偷了？拜托了，你去南非走在路边，你就大声的喊，有没有人有他们车子被偷了？就马上人举手，有，大概就是全部都是举手，就像那个很聪明的小朋友在上课的时候就是举手。老师我知道。南非大概是这个情形。还有呢，在台湾除了偶尔，真的是偶尔，他们都会把这个讲得很夸张，好像就是一天到晚是人家在做坏事。没有，除了偶尔外，在台湾你可能偶尔要担心你的老婆长得再怎么美，你的女儿再怎么漂亮，她晚上出去你几乎不太需要担心。在美国或者在南非，如果我老婆出去我没有跟着走，我大概可能20年以后才会见到她，不是说因为她劈腿或者怎么样，或者跟她男朋友老婆，不是，真的是在国外，尤其是一些西方的国家，你不太能放心一个女生晚上走在外面。在台湾，你有担心你的女儿去夜市去买个 QQ 蛋吗？都没有。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牵涉到为什么台湾的社会基本上是蛮平静的，大家就是客气的除了开车外，开车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阿爸你们还没有看，赶快看关于台湾的开车的那个真的很好笑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看没有关系 anyway 有空你们可以去看。所以呢，在台湾我觉得因为我们面临到那么多的外在的危机，所以为了追求营养，我们就是保持蛮平静的。第二点，台湾的优势，方便性。怎么样的方便性呢？ Everything， 一切。你去 7-Eleven 你可以干嘛？缴费，买你要吃的，领钱，寄东西，收东西，几乎什么都可以做在 7-Eleven 可能除了做个脑神经科的开刀而外，你什么都可以做在 7， 你可能还可以在 7-Eleven 结婚吧，你要生小孩也有好，没有生小孩，但是 7-Eleven 真的方便多了。而且 7-Eleven 在哪里？ Everywhere。 在国外开玩笑，你要处理那些事情，你要跑到7个不同的地方，而且很贵。南非的邮局，全世界不要说全世界最不可靠的，可能是第2最不可靠的邮局。你去南非的邮局，付了一堆钱，为了寄一封信到一个国家，那封信可能是1年以后才收到。你说教授你在乱讲？哪有？我曾经寄明信片给我老婆，从南非，因为我老婆她都很爱寄这种明信片给我，还去 travel， 所以我就那一次就特别去寄8个月后才收到。我已经回到台湾，他才收到，有什么意义嘛？ 7-Eleven 我可能今天要寄一个蛋糕去美国，大概16个钟头后他已经是在旧金山了。所以真的 7-Eleven 超方便。网络 Oh my God， 台湾的网络是天堂。有的人都会说美国高科技，没有，是台湾最高科技啊。你知道我最讨厌的是什么？我回到南非要看 Netflix， 我要看 Game of Thrones 权力游戏。你要看权力游戏其实是要登那个桌
家把整个故事写完了，因为有时候网络慢到你就是坐在那边大概6个小时，为了看一个40分钟的影片，那个 loading 转到这个的时候，我已经变老了啦，就浪费太多时间。台湾的网络 ，Oh my God， 你要看 Netflix 的所有的影片，你可能就要按个 download 下载。马上好像喷射机一样，台湾的网络是让我们方便多了。我不是说盗版影片啊，没有，不要不乖啊，不要做这种事情。但是真的，你要用亚马逊啊、Netflix 什么都好，而且做生意也好，光是我要上传我的 YouTube 的影片，因为这个都是4K 的影片，很快，可能5分钟就上去了，而且又便宜。在南非，你要有跟我在台湾一样的速度的网络。你大概需要把你的车子卖掉了，为了付网路费，很傻眼。所以方便性高到个不行，交通又方便。我们台湾这个地铁，哇塞，站，就是叮，什么都好的。纽约的地铁，哇，我天哪，讲关于那个纽约的地铁，你们改天有机会可以讲脏臭，然后就是一些很怪的人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以我自己不是真的外国人，而是台湾人的角度，我只能这样形容。到现在大家最 care 的是什么？就是吃的。我跟我太太回去到南非或是去美，第一次我带她回去，到第3天我就跟她说，我好想吃台湾的汤面，她就会笑死啊，因为只能这样说啊。你在南非，你出去玩，比如说我带她去野生动物园，这个真的很好玩，改天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。也许以后我聚一个团，大家一起去。反正呢，我们去野生动物园去玩，晚上大概6点多、7点多。回到家了，饿得半死。第一件事情，我老婆说那我们去买一些晚餐好了。这是第一天，第二天我就看着她说去哪里买啊？她说就去外面啊，去外面哪里啊？然后她非常的惊讶，因为在南非不是像台湾，我台湾11点的时候晚上我要去外面买一个 QQ 蛋、咸酥鸡或是一个便当，很容易找得到。在南非大概晚上8点没有办法，而且我们的餐厅很贵，去吃餐厅的事情。不是像在台湾很多人是天天做的事情，没有去吃餐厅可能是3个月或4个月去个1次我妈爸我觉得他们可能半年去吃餐厅1次而已啊。我们在台湾你要3天吃在外面都没有关系，当然不要太常吃在外面，但是方便性很高，而且选择越多。那有关吃的，我当然也需要承认，因为我吃素，所以我旅行在国外的时候，像我去美国，我会特别想念台湾的食物，因为我们的青菜跟我们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干净，美国又油又咸，吃的受不了。我真的觉得我变成台湾人，因为我对外国人的食物不太能接受，不是说都是不好吃，也有好吃的，但台湾方便1000倍，夜市什么都有。其实我觉得在台湾的强点，治安、方便跟食物这个3个很重要，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，就是我们可以说基本上台湾人很有礼貌。像我当教授，我去上课，学生是对你有尊敬。在国外，你当个老师，你可能要穿防子弹的外套啊，你都不知道何时是谁神经病的人要来就是攻击你。这种事情我们在台湾不太需要担心。如果在台湾有偶尔发生这种事情，那个就会闹得很大。所以媒体在台湾会让我们觉得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在发生。没有，基本上呢，你看台湾的媒体为什么播我的影片大概12次或14次，因为不太有坏事可以播了，所以就是播一些无聊的人在，像我的也不是无聊。讲到这个如果你还没有订阅，你真的是失去一个机会让台湾变得更好。因为一旦你订阅，我相信大家会感受到一个深深的喜悦起来了。其实主要大概是我了，每次我看到新的订阅者我很开心，所以请订阅跟按个赞哦，不要后悔哦。所以我就请所有台湾人对台湾有信心，不要一直说台湾这个鬼岛，它不是，它是个很美丽的岛。对我们的社会有信心，不要被一些负面的媒体被说服，媒体真的是会让我们失去理性还是要有一个过滤，看我们现在能够住的这个样子，包含我们的健保多好啊，人又很友善，医疗又方便，什么都是好的。一些缺点我们可以一起努力的去变化，像交通的部分或是空污。但是我觉得住在台湾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不是在拍马屁，毕竟我已经快30年在这里，我知道我在说什么。谢谢大家，下次见，拜拜。